有一次，毛主席找許世友談話，但是在談話的過程當中，許世友一直沒有接毛主席的話。毛主席對此無奈地感嘆道：“你對我的感情沒有過去深了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”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長征會師以後，毛主席就非常欣賞許世友。許世友是一個快意恩仇、原則性強、為人豪爽、不拘泥小節的人，這樣一個人確實很讓人喜歡。不過許世友的缺點和他的優點一樣明顯，就是沒有什麼文化。於是毛主席就經常地勸許世友多讀書。毛主席這樣做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出於對許世友的愛護，另一方面也是對他抱有更高的期待。在1955年5大軍區改為12大軍區的時候，許世友擔任南京軍區司令員。從這就可以看出，毛主席對許世友是非常看重的。當然，許世友也是非常聽毛主席的話，只要是毛主席說的，他一定會不打一點折扣的執行。就比如毛主席讓許世友讀5遍《紅樓夢》，許世友就將《紅樓夢》認真5遍。可是許世友在一件事情上非常堅持自己的想法，連毛主席親自來勸說都沒有改變。在1971年，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，這股風吹到南京軍區，在南京軍區當中，有人喊出打倒許世友的口號。許世友知道以後非常惱火，不過許世友是一個粗中有細的人，知道這個時候不能和這些人發生正面衝突，於是就想了一個走為上計的策略。他以養病為名，帶着警衛連離開了南京軍區，前往大別山。不過許世友並不是一走了之，而是做了充分的準備。許世友是南京軍區的司令員，在他走之前肯定是要穩定軍區，所以在走之前，他對他的3位副手進行了一番叮囑。3個人分別是副司令員王必成和林維先，副政委鲍先志。他們3個人都是軍中老將，而且都有獨當一面的經驗。有他們3個人在南京軍區坐鎮，許世友還是比較放心。不過許世友在走之前仍然反复跟他們3個人交代，讓他們對衝擊軍區的人絕對不能妥協，必要的時候可以抓捕，甚至可以開槍。在許世友離開南京軍區以後，果然有一些人開始衝擊軍區，不過中央對此也有規定，就是不能抓人，更不能動手。中央的這個規定和許世友跟3位副手交代的就有衝突，他們3個人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於是就在一起商量這個事。最後商量的結果是对這些人進行勸說和講道理，不抓人也不開槍，不激化矛盾，讓事情擴大化。於是他們3個人就出面將帶頭的人安撫了一番，最後達成一致。不過等到許世友回到南京軍區，知道他們3個人的做法以後，就非常生氣，因為他們3個人沒有執行他的命令。許世友就認為他們立場不堅定，甚至想要奪自己的權。於是許世友就向中央軍委要求對他們3個人進行處分，並且調離南京軍區到北京學習。毛主席在接到許世友的請求以後，就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後果。於是毛主席就親自來勸說許世友，替王必成他們3個人說情，說他們3個人也是在執行中央的規定。毛主席的意識已經非常明顯了，但是許世友卻一直不接毛主席的話，選擇沉默。沉默就表明了許世友的態度。毛主席看見這個情況以後，只能無奈地感嘆道：“看來你對我的感情沒有以前深了。”不過毛主席還是一如既往地器重許世友，